境外媒体曾多次報道鄧小平病危，但每一次都是虛驚一場。可到了1997年2月，當他真正走到生命盡頭時，外界反而一無所知，只有他的家人和黨的新一代領導人知道，這一次是真的。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，鄧小平醒來後覺得呼吸不暢，按照多年的習慣，他本該起床洗漱，吃完牛奶雞蛋，然後在辦公室度過一天，看看地圖，翻翻字典，讀讀《聊齋》，等護士提醒他出去散步。但那個早晨，劇烈的咳嗽讓他無法呼吸，無法進食，身邊的醫生已經應付不了，緊急把他送進301醫院。從家到醫院只有10公里，但誰沒想到，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。鄧小平住進了醫院南端小樓的頂層。元旦那天下了小雪，京城一片白色。有一陣子他精神稍好，護士黃林陪他看電視。當時中央電視台正在播放12集紀錄片《鄧小平》，他看不清屏幕上走來的人是誰，問黃林那是誰。黃林笑着說：“那是您啊。”他終於認出了自己，動動嘴角笑了笑。黃林知道他耳背聽不見，就俯身到他耳邊，把電視裡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給他聽。這時他發現老人臉上竟然露出一絲羞澀。多年後，黃林還記得那個瞬間，就是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的那種感覺。但隨着病情越來越嚴重，鄧小平再也沒有露出過這樣的表情。他患有帕金森，發病的時候很痛苦，但他卻硬是咬牙一聲不吭。黃林說：“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，但他非常堅強，非常平靜。”醫護人員郭琴英回憶，到後來他的血管很難找，扎針經常扎好幾下才能扎準。換了別人可能早就要求換人來扎，但他從來不說什麼。我們很心痛，也很佩服老人的毅力。黃林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入膏肓，就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。1992年南巡時他說了那麼多，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麼吧。但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，他只淡淡地回答了7個字：該說的都說過了。除夕夜，鄧公病情稍穩，但還不能回家。警衛戰士寫了副對聯貼在門上，橫批是一切為了首長。工作人員舉杯祝願，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復。家屬們坐在沙發上默然不語。警衛秘書張保忠把大家聚到一起，眾人在心裡默默祈禱，希望醫務界能創造奇蹟。可惜奇蹟沒有出現。93歲的老人又挺了12天，到2月19日，他的呼吸功能已經衰竭，只能靠機器維持。醫療組全力搶救，但回天乏術。晚上9點08分，醫療組組長宣布停止搶救。在場的醫護人員有人憋不住，放聲痛哭。卓林帶着全家人來告別，他一遍遍喊着老爺子，但鄧公已經沒有任何回應了。此時距離香港回歸祖國只剩下132天。他生前說過，香港回歸那天，哪怕坐着輪椅也要去親眼看一看。可惜的是，他最終沒能等到那一天。那麼，香港方面對於鄧公逝世是什麼態度？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為您揭曉。